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史人驾到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58集。这一集的开头呢，是呈现了在周瑜的公祭会上面呢，诸葛亮就好像一开始来闹场啊，但是他最后面呢是在这个牌位前面开始痛哭啊。那哭到一半呢，就旁边有一个人呢，穿着呢非常的特别，然后口出狂言哦，就开始数落周瑜的不是哦。那这个人呢，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就是在三国时代非常著名的一个谋士，就是庞统先生啊。庞统到底是谁呢？我们这一集都来好好来交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喽。好的，那如果熟悉《三国演义》的人就会知道，有两个人一开始出场设置就被抬得特别的高，那就是水镜先生会说卧龙凤雏，得其一可得天下。对，后来就是刘备三顾茅庐获得了卧龙嘛，对不对？那凤雏在哪边呢？其实在《三国演义》当中，这个凤雏早就出现了，包含他就是有建议曹操说啊，你应该把那个船舰啊首尾相连啊，连在一起叫连环计嘛，骗着曹操到最后80几万大军一把火被烧掉之类的哈。那也是一样，在演义小说当中的一个情节，就是诸葛亮把周瑜给气死之后呢，还跑去人家公祭，然后那个骗的大家就说，其实都是那个周瑜太小气，跟咱们诸葛亮是没有关系的，诸葛先生好伟大哦。结果等到诸葛亮他一退席之后，突然有一个人从身后拍了他一下，然后怒斥他说：“你当我们江东没有人才吗？”然后诸葛亮心头一惊，回头一看啊，这不就是我的好朋友庞士元吗？也就是庞统先生了哈。这算是我们《三国演义》一开始给予凤雏他几个亮相的机会。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哈，《三国演义》塑造那个庞统的形象，就是有点那个张狂啊，还有丑陋啊，在历史上完全是不存在的。历史上的庞统跟小说当中的庞统差距非常非常的大。我们来介绍一下历史上的庞统是谁哈？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什么意思？他是荆州人士。那他小的时候啊，就是比较直朴努钝，就是给人一种不太会讲话的感觉，其实就是好像不太灵光啊，所以一开始大家都没什么注意到他。那直到有一次在荆州非常有名望的司马徽，也就是演义小说所讲的水镜先生遇到了庞统。当时庞统去拜访司马徽，拜访他的时候呢，这个处境非常非常的有趣，因为司马徽在干嘛？他在桑树上正在采桑叶。大概就是说，我这个准备要织一些丝绸啊，那我就要养蚕啊，养蚕我就要采桑树的桑叶啊，对不对？不然就会像金老师一样，以前我养那个蚕宝宝文具店的那个附赠桑叶吃完之后，我就懒得去采桑叶跟买桑叶，所以我就随便捡路上的那个落叶给我的蚕宝宝吃，然后蚕宝宝在经历一连串的痛苦之后就离开了蚕世间。想想我真的是个死小孩如果不想要这样糟蹋蚕宝宝，你就要采桑叶。那当时司马徽就在做采桑叶的动作，庞统啊当时就坐在树下就说：“司马先生，我现在来拜访你那这司马徽也很有趣，就说：“不好意思，我在忙所以如果你要跟我聊天的话，你就直接这样跟我聊天，老夫我就不下去了所以一个在树上采桑叶，一个坐在树下开始跟老先生聊天，两个人聊着聊着，就从白天一路聊到了晚上都没有停止。然后聊完之后，大概这大半夜还是第二天，司马徽就说：“哇塞，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年纪轻轻，见识如此之广博，哎呀。”这个人未来一定有出息，所以他当时就开始跟别人讲说：“你们以后要注意庞统这个小子未来是有前途的以后多多注意人家。”顺带一提凤雏这个名号不是司马徽给的，凤雏这个名号是谁给呢？是庞统的亲戚给的。当时庞统有个长辈叫做庞德公，庞德公就说：“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甚至就连司马徽他都给他一个称号叫做水镜。注意这3大称号都是这个庞德公给的，可不是司马徽说什么我是水镜书院的老师，水镜八奇的师傅。水镜八奇当中呢，有2个人最强，一个就是卧龙，一个就是凤雏啦。这是我很喜欢看的一个漫画，就是火凤燎原的设定。对，那火凤燎原的设定有点像是根据于《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是采取了部分历史的设定，在真实的历史当中，
公并不是什么水镜先生司马徽自己这样称呼的，而是庞德公给的。同样，卧龙凤雏这个封号也是庞德公给的。说到这边就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出现，你说你这个庞德公称赞人家诸葛亮说这个小年轻人他很有前途，他简直就是卧龙啊，现在是睡着的龙，以后他醒来之后，哇，前途不可限量。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他真的很欣赏这个年轻人。对对对，可是他下一句话，我有个亲戚小伙子啊，这是我的晚辈哈，庞士元哈，他就是凤雏，他就是凤凰的小孩，但他长大之后就一飞冲天呐。你听完又有什么感觉？裙带关系啊。没错没错，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一段就想说，哇塞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但或许我们也可以转念一想，就是这个长辈他就觉得说，我这个后辈简直就是太优秀了，优秀到说别人认为我有裙带关系，我也甘愿冒这个批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如此的优秀，优秀到说我根本不可能忽视他的存在。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你是这样解读的？可以这样解读。所以他脸皮真的很厚，然后他就是要挺自己的小孩啊。这不排除啊，你以后有机会就去问庞德公嘛。等到我们那个有机会见到他的时候，好，这是庞统他一开始的登场。那庞统呢，他后来就在四方各处不断的游历。庞统他后来呢有机会在周瑜的任下做事，也是他是周瑜的部下。当然啦，周瑜并没有机会授予他太多重要的职权。后来周瑜过世之后呢，庞统他就把周瑜的遗体跟着一大堆的部下把他护送回到江东的核心地带。此时有3个人就跑来找庞统，因为他们听闻庞统是凤雏嘛，想说这个人知名度那么高，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能力呢？所以这3个人就跑来找庞统聊天。哪3个人呢？分别是陆机、顾韶、权从这3个人。这3个人就问说，庞统啊，你也是认识我们3个人的，你觉得我们3个人各自有什么样的能力，未来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你给我们一点评价看看吧。这也算是东汉末年非常流行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要给予人评价。比方说有人就会评价什么曹操你是什么乱世之奸雄嘛，对吧？治世之能臣嘛，当时人很爱给评价的哈。当时庞统就说，陆机啊，你是一匹马，你行走的速度很快，1日千里，但是你一次就只能背1个人，就是你的负重能力有限。那顾韶呢，你就好像一头牛一样，你要是论速度啊，你是比不上这个陆机的，但是你未来所能够承担的重任就好像牛一样，他能驮的人远远超过1个人以上。大概隐藏的意思是说，如果要论反应速度啊，陆机你的反应灵敏啊，但是呢，你可能抗压能力比起顾韶来讲就差一些。那你顾韶呢，你很能够抗压，当然啦，你可能外在的那些灵敏表现来讲就比不上陆机喽。你觉得这样的评价怎么样？这个比喻还蛮生动的。对啊，你看两边都没得罪，是，而且也没有把话说白，就是我话就说到这边了，你们自己来领略一下。接下来庞统就对权从讲说，你喜好施舍，追慕名声，什么意思？就是其实老兄你啊，有一点在追那个社会上的名望啊。那我觉得啊，你的智谋能力在这个人世间，比起绝大多数来讲，也算是一时之选了啦。你觉得这个评价怎么样？好像也没有得罪他。对对对，就是说他有没有讲事实？有，就说啊，你其实有点在营造你自己本人个人的威望。我也不说这件事情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啊哈。那你说这个人，你这个人怎么样呢？比起绝大多数人，你当然还蛮厉害的啦。难道你要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已经很不错了，好不好？对不对？就好像如果今天啊，如果有学生家长问我说，我孩子怎么样？我说你的孩子具有平均以上的能力咯。难道家长还要说，你这讲话什么意思？你把我孩子讲那么难听，你查完你要为我评评理。我刚刚讲这句话很难听吗？这个你讲的已经可以了啦。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这3个人听完之后都露出很满意的神情，真不错，真不错。甚至3个人就说，以后天下太平之后，我们希望跟着你庞统一起去评论天下名事。为什么？因为跟着你庞统这个人，又会得到不错的建议。你不会说谎嘛，对不对？但又不会得罪人，因为有些人就说，你不要怪我这个人直啊，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那个。他
可能就算讲的是实话，你也觉得说我以后绝对不要跟这个人来往。庞统就不是，庞统他会不会跟你讲虚的？不会，但他讲的话也绝对不会让人生气。是。说到这边，你有没有发现，叉叉 Y 你觉得历史中的庞统跟戏剧中的庞统，感觉有没有什么差距呢？我觉得差太多了啦。对啊，你看戏剧当中的庞统就是一个非常乖张的一个人，好像就是全世界都是错的啦，我是对的啦，全世界都是蠢啦。可是史书中的庞统怎么样？个性其实非常非常的温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庞统的一个名场面啊，在《三国演义》当中会描述到说，后来庞统嘛就加入到刘备的麾下。那一开始呢就有说到说诸葛亮当时不在，然后呢庞统这个人也是蛮有个性的，他就故意不拿出鲁肃或者是诸葛亮给他的推荐信，他直接说啊，我欣赏你刘备啊，我来应征工作啊。然后刘备就觉得说这个人长得那么丑怪，对不对哈？他说话又这么难听，派给他一个什么耒阳县县令啊，让他去做事情啊哈。结果呢，庞统到了耒阳县之后，就连续喝酒喝了100多天，荒废整个县务，搞得后来就是张飞大怒。奇怪，张飞你凭什么资格大怒？你人家喝100多天也没有把那个县给丢掉，你喝个几天就把徐州给丢掉，你大怒是个什么东西啊？哈，对，总之继续说回来，张飞就说啊，你这样子啊，我要让他扁你了哈。结果庞统就会说，区小县我一下子就解决了，哎，果然半天时间就把100多天的公务全部都给解决掉了哈。这是小说当中的笔法，我可以告诉各位，在历史当中这也是绝对不存在的。先说这个事情有没有存在呢？有根据历史上的一个记录，就是叫《义部奇旧传杂记》，这部书是在描述说益州这个地区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人事物，其中就有提到一个人叫做何知。何知这个人呢，他就是曾经在蜀汉这个地方担任的地方官。结果呢，何知这个人啊，就是行为有点放纵。诸葛亮就听闻说这个人怎么样，游戏放纵，不勤所职，就是一天到晚荒废政务啦。但就觉得很火大，于是就自己跟一些人就去查看地方的政务。结果呢，何知就听到说上司要来视察我了，惨了哈！于是怎么样呢？何知就赶快趁这个上司没有来的短短的时间之内，把所有的积欠公务全部都给拿出来，一口气处理完毕。等到诸葛亮到了现场之后呢，诸葛亮就说：“哎，听说你延迟公务啊，我现在要查考一下你公务处理状况怎么样。”结果何知应答，完全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就让诸葛亮发现说：“哎呦，小子可以哦，还蛮有能力的，只是平常都不想努力而已。”很像是所谓的临时抱佛脚。对，就是你大学有没有认识一种人，就是平常都没什么在读书，然后等到考试快到的时候才赶快紧急念一下，偏偏这个人还读书成绩比你好，你说到底气不气人啊？所以这方面的东西应该就给予小说庞统一部分的塑造。因为史实中的庞统是怎么样呢？史实中的庞统就是前半段都一样，就是跑去找刘备求工作，刘备就把他安放在耒阳县这个地方。结果呢，在耒阳县这个地方干的实在是太烂了，烂到刘备就说：“哎呀，这个你怎么可以当这种官员啊？罢官哈！我不要你这个人才了哈！”吓得当时鲁肃赶快寄一封信告诉刘备，就说：“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至忠别驾之任，使当斩其祭祖耳。”什么意思？就是庞士元庞统这个人啊，他不适合当地方官，他适合当什么？至忠别驾，就是一整个州的秘书长，这个才是适合他的。你让他担任这种高级参谋职务，他才能像千里马一样一日千里呀。这个时候诸葛亮也赶回来了，就告诉刘备讲说：“对，鲁肃讲的都是对的，我这个朋友啊，他真的不能当地方官，但是他能够当高级的参谋。”那一开始你是刘备，你听到这几个建议，你会觉得怎么样？表现就很烂啊，我怎么可能再用他？对啊，你基层都干那么烂了，这相当于说什么啊？什么你教育班长都干不好，你竟然要当军中的那个什么参谋长，你有没有搞错啊？当然刘备这个时候，你看鲁肃建议了，诸葛亮建议了，还是给个面子吧，就把庞统给找过来一阵问答之后，发现哇塞，这个人有
能力哦。这2个推荐的果然没有错，立刻就怎么样，让他去当至中从事，果然是去当高级的秘书长，而且待遇怎么样，只比诸葛亮低那么一点点而已。2人都获得了一个封号，就是诸葛亮跟庞统都获得了军师中郎将。注意哦，军师这个名称其实就是刘备创造的，意思就是说，在刘备的心中，诸葛亮跟庞统都是他重要的战略规划者。那说到这边，诸葛亮跟庞统都是重要的战略规划者，那2个人有没有差别？具体来说，就是诸葛亮在当时更像是一个外交官，或者是他是个政治家，他能够好好治理地方，不管是大地方小地方，人家都可以在内政方面做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表现。庞统呢，他更像是一个军事方面的战略家，因为有一次庞统他跑去找刘备聊天，就说我看这个荆州经历过曹操南征之后，地方其实已经有点破败了而且怎么样，东边有孙权，北边为曹操，这个地方的战略空间已经被极度的压缩了。相反的，我们旁边的益州，国富民殷，户口百万，沃野千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不能满足于荆州，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夺取益州。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庞统的战略观已经跟诸葛亮高度的一致了，也就是所谓的隆中对嘛，先有荆州，再有益州嘛。说到这边，可能会有观众说，2个人有什么差别吗？是啊，好，不要急。这时候刘备就说了，今天我跟曹操水火不容就是因为我跟曹操水火不容，我什么事情都要跟他相反着来。曹操这个人严刑峻法，那我这个人呢就要待人宽厚。曹操这个人呢处事暴虐，我这个人呢待人就要仁慈。曹操这个人呢诡谲多变，我这个人呢就要以诚待人。我凡事都跟他反着来，我才可以吸收那些不喜欢曹操的人。那现在重点来了，我打造出来的人设就是仁慈、忠诚、良善。结果你现在叫我去夺取益州，你要注意哦，益州刘璋他没有做任何的坏事我突然就带兵打进去，那我跟曹操有什么两样？这个人设一旦崩塌了，以后就救不回来了所以我也想打益州但是恐怕我是打不了益州，起码现在不能打对，那就找个理由打我告诉你，庞统是这么说的OK， 当今这个乱世你不能用常理墨守成规，你应该要随时求新求变才对。况且这个时候弱小被吞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这个时候你不要管所谓的仁义道德，你只要到最后打赢了刘璋之后，你好好的对待别人，那以后要再做什么面子工程，你以后再做就可以啦。OK， 你现在就顾及面子工程，裹足不前。我告诉你，等到刘璋被人并吞了，荆州的战略对外资源完全被人卡死了，到时候你连面子工程你恐怕都做不了喽。注意，人家的劝说方式是不是跟你不太一样？你有说不要管那些东西啦而庞统他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注意他没有否定刘备，他只告诉你说事情有轻重缓急。你说面子工程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我承认面子工程当然很重要，但问题是你现在如果都顾及面子工程，到时候未来恐怕你将会失去一大堆资源，以后你想再做面子工程都做不下去啦。所以我不是否定你要做面子工程而是现在先把这个放一边，等到我们把真正重要的东西就是益州给拿到手之后，到时候你的资源加倍，难道你的面子工程还补不回来吗？还是一贯的人设，庞统他不是那种你不懂啦你懂个屁如果是戏剧中的庞统就会这么说，可是现实中的庞统他永远都是非常温和，然后循循善诱，但同一时间他却又确中利弊，他直接用你完全无法拒绝的一种局势发展的分析观告诉你之后，即便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这不是对我如意的状况可是想来想去也不可能比庞统想的策略还要再更好然后心甘乐意的执行庞统的策略。所以你看，果然鲁肃讲的就是这个人他不适合管理地方，因为管理那种小地方怎么样，你要面面俱到，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是当那种高级的策士或是参谋，你要掌握的不是面面俱到，更多的是轻重缓急，因为有点像是你每一个小地方都要顾及的话，那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发展你真正重要的大目标。而庞统像是怎么样，我先帮你抓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那重要的就赶快去做，不重要的东西
等到它变成重要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不得不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才能哈。好，那事情说到这边，我想问一下叉叉 Y， 你到底对庞统有什么样的想法了呢？老实说，我对这个人大大的改观呢。怎么说？因为毕竟我对真实的历史比较不太熟嘛，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资讯都是来自于我可能以前玩过的电玩，或是《三国演义》的小说啦。那不管是在电玩还是《三国演义》的小说，基本上就像是电视剧所呈现的嘛，把庞统这个人弄得很像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疯子，然后做事主张就比较直接坦率这样子。可是听你这样一讲，不管是他在早期他评论人，还是他后续给刘备的一些意见，就像你说的他会抓出一些重点，直中这个重点来讨论，而去忽略掉一些可能这个人的缺点，甚至是长拙啊。那你去做这些事情，你的大方向是对的。那你说那些细节的部分，你在做这个大方向的事情的过程当中，你再去补足它，其实也够啦。所以说回来啦，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我觉得还是总归那句话，小说笔法啦，就是让这个角色更加的鲜明啦。是，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诸葛亮温良恭俭让，你再来一个庞统也来温良恭俭让，就太重复了嘛，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之前讲过，武器需要有专武嘛。你如果关羽拿长枪，张飞也拿长枪，吕布也拿长枪，就不好看了嘛，对不对？所以小说它要为了情节的重要去做一些取舍，但是真实的历史呢，其实往往跟小说有时候差异就非常非常大啦。好，所以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介绍了庞统这个人。那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在留言区帮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的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